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史界文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翟轩好，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哦，馆长他今天到了中国大陆上海的旅游行程，已经到了第3天了。那我们现在目前画面上可以看到，他去到了这个豫园老城隍庙这边哦。那我们刚刚看他也是在现场啊，拜拜啊，所以这个很多的人潮啊，也是到这边聚集哦。所以这个是馆长目前到了第3天的行程。那在中国大陆这边也是一个现象级啊，掀起了一阵旋风哦，所到之处啊，非常多人要找他这个合影啊，然后讲话哦。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关注他一举一动，而且大陆的官媒也是越来越多开始在转发他这一次的直播行程的相关内容哦。那的确也是等于说破除了民进党以及绿媒一直以来好像想要洗脑台湾的一些人民哦，觉得说大陆非常的落后啊，大陆很破旧啊，这些滤镜通通都被这个馆长这一回的直播给打破了。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馆长哦，他也去到了这个南浦大桥啊，然后不断的赞叹哦。那甚至在百度热搜上面都会讲说，台湾的网红馆长啊，大赞这个大桥霹雳无敌长啊。我们来听一听。对，我要把所有的最漂亮的带给大家。大家看这个桥，这个超级无敌霹雳长，超级无敌霹雳基础建设。这个桥会变色呢，粉红色的呢，这叫浪漫。对，这好浪漫的天哪！我觉得台湾没有这么大的桥对，所以就透过了直播，真的完全没有办法造假。那绿营当然很崩溃啊，都还在那边讲说，哎呀，这都是假的，这都是安排好的，这都是种种的，就开始各种否认，希望能够降低这个馆长破除这些谣言滤镜的威力跟速度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了馆长到上海啊，也喊两岸和平哦，两岸要一直互相来往，希望双城论坛赶快展开对话哦。赖政府不对话，总要有人来对话，所以我也来这了，希望两岸永远是保持和平，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呐。那甚至呢，还有人讲说，发现馆长去到了上海哦，好像治好了脏话病哦。大家有看那个馆长的这直播，还有我们节目有时候会掐他的直播啊，从头到尾就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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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脏话。但事实上呢，因为我之前也有专访过馆长，馆长私底下人在跟你相处上面，他不会有那么多，就是他在直播上面可能是因为直播他是自己在讲话，而且是对着网络讲话嘛，所以他是讲说网络直播跟当面人跟人见面是不一样的。网络上面可以开地图炮啊，随口骂脏话，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面对面的人，这是很不尊重人的行为。这个我可以就是用我们之前大白话跟他专访的经验来讲，的确是如此啊。那再来，他就说啊，他自己本人来这边看，那看到的全然都是跟民进党啊、跟绿媒所说相反的。他说大陆这一边哦，非常的热情啊，人民很热情啊，光是投喂他的这些食物就不得了的多。还有呢，大家也是很有礼貌，那都是用一种交流的方式，想要跟他讲说，可能他过去讲的一些言论啊，或者是说，台湾对于大陆的一些误解啊，大家都是很友善的，想要告诉他说，我们其实这边也是多党制啊，我们这边也是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啊，大家都很热情的在跟他做一些分享哦。那他说这边可以感受到这个教育的水平也是非常的强，而且他也大夸这个黑神话悟空，因为之前黑神话悟空啊，馆长也是有这个玩游戏直播，那他就讲说这个动画看起来很厉害，实际玩下去之后发现还不只是动画厉害，而且是好玩。其实一个游戏你动画再厉害不好玩，人家也是不会继续玩的。所以他能够做到引人入胜，他的这个剧情，而且他的这一个操作上面的流畅度，真正就是好玩这个字才是一个关键点。那他说其实这款游戏他最后玩到觉得好玩到要流泪不但音乐是自创，而且所有的细节都做出来，所以那时候才会有黑神话悟空的现象嘛。那再来甲亢哥之前就是好像已经先示范过一次他去到中国大陆好多个城市也是破除了西方的阴间滤镜让大家知道说中国大陆根本不是美国所讲的那样子。现在这个馆长也算是跟着这样子的一个风潮到中国大陆来直播，让台湾很多人真正看清楚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就讲
接下来他们要召集这个全球青年影响力的这些人士交流计划。接下来如果说呢你是有大概30万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他们也会希望邀请他来美国的一些网红啊到大陆来这边展示真实的中国。这就是显示出来现在中国大陆真的是很自信，不怕你来拍啊，真实的状况散发出去，真实就是一种力量嘛。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次馆长上海行巧心啊也特别去抖内留言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就是这个泡泡玛特的全球旗舰店的所在地就在南京路步行街，所以他就说可不可以去帮我带拉布布，因为拉布布有一些这些限量的产品时不时会出现在这个全球旗舰店里面，所以他就很希望说你帮我买 Zmomo 就是大酋长，就是我自己也有手机，所以 Zmomo 很难买什么小春野 Mococo 然后还有这个象棋大冒险，但 Mococo 好像要在北京才有卖。他说现在这些都还没有买到希望馆长去帮忙买可是后来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买但是倒是因为这个拉布布现在全球爆红，人家讲说会不会是因为馆长去到大陆要买拉布布所以义乌山寨货一夕之间消失最近好多淘宝上面被强力取缔就是因为太红了，所以有一些这个仿冒货全面的下架了。那再来这个拉布布其实也反映出来中国大陆过去好像我们以华人圈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 IP 比较出圈，倒是呢，从今年以来，应该说从去年以来，先是有黑神话悟空，再来到今年年初的哪吒，然后你看现在的拉布布全球级的现象所以 IP 已经是东升西降了，所以你现在看起来拉布布现在反而是这样红到欧美这边去全球的这个4大 IP 这个拉布布已经是跻身其中，而且创造出来河南新首富王宁，这就是创造泡泡玛特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创办人那这也凸显出来这个泡泡玛特的威力。那还有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说，这个拉布布第一代的拉布布薄荷色的，它竟然拍卖出了台币450万的天价，哇！这让大家想说，这又进一步的推升了拉布布的风潮那这个全球限量15只的拉布布也以这个82万人民币和台币346万的价格成交，也成了这个最近非常热的话题。那看到了这个我们刚提到了这一位王宁他现在才38岁那这凭借着泡泡玛特这样子爆红在富比士的即时富豪榜上面，他现在身价呢是已经到了203亿美元所以已经变成了新一代的河南首富我们的河南之光，我跟大使都是河南人，要蹭一下对，河南之光。所以现在大陆的这些 IP 倒是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另外还有今天百度热搜上面讲智能眼镜，现在哇可以卖到那么夯暴涨800%，黑科技颠覆了传统就是大陆的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讲说，哇看到智慧型眼镜市场爆发式的增长。曾几何时我们以前还在那边追着要去报道 Google Glass， 可是现在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智慧型眼镜又在这个市场上面弯道超车了。所以你看到啦，这个所有的科技也好 IP 也好，种种层面也好，都看到中国大陆已经不再是处于落后的地位，甚至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那当然稀土也是你看现在大陆因为这个扩大管制，太空人的头盔软体这个算法也上榜。为了要增加贸易谈判的筹码，北京呢频繁的将一些战略的产品加入管制出口清单，就是要进一步来增加跟美国谈判的力道。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呢？我想这个馆长到上海看到的其实像我是去过上海很多次的，我觉得他讲的都是很确实的。对，上海事实上他去的地方还很少嘞，他还很多地方他该去，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对，那他晚上看那个大桥，事实上黄浦江到晚上真的是五光十色，而且它非常的宽，非常的长。那它的河上都是那个游艇，我坐过它一艘最豪华游艇，那真的是非常的豪华，然后在上面是很享受的。那你就是这样绕一圈也就差不多了，因为它可以走得很长。那大陆就是大，你说上海的话，说实话，上海就2000多万人口对，那非常大的一个城市，而且它的建设每一次去你都觉得它有精进的部分。
尤其这个外滩的部分啊，你现在就看到它就搞得就非常细致。它这个路边的不管是这个盆花啊，还有这个路边的这个公共工程哈，人行道哈，修的都国际水准，所以大陆是每天都在进步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馆长这一次去哈，那真的可以说是让我们台湾很多没有去过大陆的年轻人哈，或者说是这个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过去都比较支持绿的啊，那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哈，从馆长的这个眼睛里面哈，就可以看到大陆的这个情况。那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是很客观的报道馆长到大陆的访问。我看我们媒体，尤其绿色媒体，就一直在抹他。就一直在抹他，找他毛病，崩溃，崩溃，就是说大陆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啊，这个好这些啊，就不断的反复的在这个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啊，不断的就是说，哎呀，反正这个馆长啊就是两面人，他有被收买的嫌疑啊，就是不断的在抹红他。不过我觉得就是说，绿色媒体会这样的会去关注馆长到大陆的之行哈。我想就是也知道大陆馆长这一行对他们的基本盘，对年轻人，对一些过去亲绿的一些群众来讲是会产生影响，所以他们就忙着就要把这个馆长把他的这个访陆不断的给他污名化，不断的给他扭曲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纸是包不住火的啦。就是说，大陆如果真的很差的话，你去跟他讲话也讲不出什么好话，是吧？可是问题就变成现在你不只是上海，那你将来你说馆长再去一下成都，再去一下北京再去一下深圳的话，那都是报不完的东西。那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还是不要不断的这个妖魔化大陆，把大陆形容一片漆黑，到时候大家人民看到了真相以后就会觉得受欺骗的感觉了。好，来请教邱老师。民进党过去当然是在妖魔化、丑化、污名化大陆，但是有一些对大陆不是很了解的非民进党人士，仍然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大陆的硬实力很好，是超过台湾了，可是大陆软实力不行，这个是完完全全的误解。这几年大陆的软实力可以说成长得非常的快，黑神话悟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而这一次馆长到上海行，正好徐巧芯狂抖内馆长，要馆长去泡泡玛特的旗舰店帮他买拉布布的这个公仔。那么这样的一个画龙点睛的动作代表了什么意思呢？这几年全世界你可以说最夯的就是泡泡玛特的序列的 IP 形象产品。这个拉布布只是其中最红的一项。像我老婆她喜欢的是莫莉系列的。她是那种大眼睛、樱桃小口，然后波浪形长发，号称小画家的可爱的小女生。那我孙子喜欢什么呢？我孙子特别喜欢 Demo 的系列。Demo 的系列就是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在神幻的梦想世界里面去游行，他的头发就有那种棉花糖式的头发。还有个笑脸。那至于最红的就是拉布布这个系列了。拉布布这个系列呢，它其实沿用的是香港一位艺术家叫做龙家生他所创作的绘本。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很有名的 IP 形象，它其实是北欧的这个森林的小精灵，尖牙齿，然后长耳朵，然后会搞怪，走的叫做丑萌路线。那么基本上这个为什么会那么红你看看巧芯狂抖内这个馆长，要他帮他买，说在台湾买不到，很多地方买不到，要到上海去买。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呢，我们的学名叫饥饿行销。因为你基本上大家买不到会抢而且它还有个悬疑感，叫做盲盒行销。假设说它有八个公仔，
但你根本不知道你买到那个盒里面到底是哪一个，所以就产生了大家会成群结伴，然后我们一起去买这个。在进入了盲盒行销的这个神秘世界里面，那可能每个人买到打开以后，里面的公仔不一样，所以还可以互相产生群聚效应，这个叫盲盒营销。好，那刚才讲到的叫个性化的设计，加这个饥饿行销，然后再加盲盒行销。那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呢？例如你今天买了爱马仕的包包，那你这时候要有配饰，你的配饰就可以配合你这个拉布布的公仔，所以这个时候就又产生了攀比效应，也就是说，它有了一种叫炫耀性产品的特性。炫耀性产品就不是我们一般经济学基本经济学念的说需求曲线是负的，价格高需求小，价格低需求多，它不是。它因为有所谓的攀比效果、炫耀效果，所以价格越高，可能让它抢得越凶，大家越想得到拥有，所以呢，它就会在市场里面产生了一股热潮。你不得不佩服这个你们荷兰的老乡王林了，38岁啊，以前没有人看得起他，现在每一人看到王林，哇，这是一个最帅、最有头脑、最有创意的这大帅哥首富哈。那这个就是大陆这几年所发展出来的软实力的表征，你可以深入的再去了解一下。除了老夫妇系列之外，可以再注意别的系列，别的系列都很有个性化的 IP 形象的特征，绝对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喜爱，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不分性别，大家都会喜欢这个泡泡玛特的系列产品。好，来请教左老师。好，刚才这个邱委员讲到这些行销方式，其实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叫做名人行销，因为其实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些偶像明星啦，像什么蕾哈娜啦，像这个什么这个就是 Lisa， 对，就是Blackpink 的这个 Lisa， 他们其实都有拿着这个拉布布来亮相的这个镜头画面，所以这个也变成是另外一个会让他拉布布这么红的一个原因。但我觉得我看到馆长的这一系列这个影片啊、直播啊，我觉得当然会让大家很震撼啊，我觉得也会让大家重新就是让大家去认识到中国大陆的一些不同的面貌。虽然很熟悉的场景，但是不同的人来是有不同的这个影响哈。但我也要提醒馆长，可能不要掉进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就是骂民进党的陷阱，因为越骂民进党呢，民进党越开心哦，因为其实就是。为什么说这样子一个访问会有效果？就是因为它创造了两岸一种和的可能性嘛。可是你一骂民进党呢，它就变成是一个在台湾内部要去分谁是支持民进党，谁不是支持民进党，这反而就是民进党所想看到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会产生对两岸关系带来一个正向的力量，就在于他把台湾的善意、把台湾的这种开放带到大陆去，也把大陆的善意跟大陆的开放带回台湾来，它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善意的累积。所以你当有人想要去故意骂他、故意去挑拨他、酸他，那这个时候当然你会很生气，你会去骂他们。可是呢，恰恰这个时候就是就是民进党想要看到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陷阱要避免的。第二个陷阱要避免的就是什么？不要掉入谈政治的陷阱。你看，有的人问他你是哪一国人啦，有的人又问他什么要举报你是台独分子，就是要逼他去谈政治。但你一谈政治就破功，因为大家想看到就是人民跟人民间的交流，两岸交流的主体就是人民。两岸交流它能够发挥影响力，根深蒂固就在于它是反映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这个时候要避免掉入谈政治的陷阱。我想这两个陷阱能够避开来，我认为这一场的这个访问就会非常成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一下美国现在目前内乱的状况哦。加州的冲突又再度升级了，直接来看画面。洛杉矶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实施宵禁了。那警方跟民众的对峙也升级哦，各地的民怨抗议四起，警察还丢了催泪弹哦，举枪强力镇压民众。那有数百名的警力是从南加州以及其他的县市调集支援的。那大批的装甲车现在是进驻到了街头哦，所以备战的状况
况持续在延烧这些抗议的行动。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他们在加州洛杉矶，因为这个联邦机构的搜索非法移民这种行动，所以这个抗议行动其实算是已经进入到了第6天了。那洛杉矶的市中心已经有225人被捕。从地图上面来看呢，其实真的是野火燎原哦。洛杉矶、达拉斯、芝加哥、纽约，其实遍地开花，就是这个抗议行动啊，已经蔓延开来了。那还有18个州的检察长是联合抨击川普啊，说这样的派兵镇压是违宪的，你怎么可以有这样子这种不民主的行为呢？所以还开始打起了这样子的法律上面的这种法律战嘛。那再来这个洛杉矶，因为抗议的行动频传嘛，所以整个洛杉矶很混乱，还有零元购的状况也出现了。在苹果、艾迪达的这些品牌就23家店都受到波及，还有一些珠宝店啊、药品啊、餐馆啊这些商店都受到了影响，很多人都是趁乱打劫啊。那还有这个行动让大家觉得很离谱，是竟然美国的国安部还闯进了加州2个小学闯到小学里面去。我那时候看到新闻，想说为什么跑去小学里头呢？那他们说其实他们是要抓非法移民的这些小学生。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就说他们是获得家长同意了，所以才带走这样1年级的学生，可是却拒绝出示任何的证件那校长是果断拒绝要把这些人给驱离所以他们的理由是说，我要了解非法移民儿童的就学状况，直接都把小学的门给这样子闯进去了。那这样子做法当然引发大家的争议可是现在川普不管啊，川普要的就是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要钱嘛。他现在这个川普金卡真的是推出来了，在他 True Social 上面贴了一个连结，说500万美元的川普金卡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询问要如何报名参加要进入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跟市场。换句话说，你是移民，但如果你是有钱的移民的话，欢迎你来。但是如果你是穷的移民，或者是只是一般付不起这种500万美元的，不好意思就把你给抓起来，把你给驱逐，哪怕你是小学生都照样抓吗？这就是川普的做法，为什么引发争议而且接下来他过生日啦，他过生日呢，这一次要大操大办嘛。生日阅兵，就有人问到了白宫的这个李维特，就说当天阅兵还能够和平抗议吗？他就笑笑的讲说当然支持和平抗议啊，这是多蠢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就不和平啊，所以真的是睁着眼睛说鬼话。再来看到这个6月14号还有一些民众就要挑他生日那一天，你祝寿，那我们呢就一起来这个全国反抗还定义这一天叫做无王日，因为你现在真的是把自己当王了呀。那现在已经有2个组织在联手筹办这些抗议行动覆盖了像是纽约啊、宾州啊，然后还有阿拉巴马、德州啊这些，哇，遍地开花，佛罗里达全部都是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川行动他们叫做这个无王日的行动正在筹备当中。那纽约时报上面还刊登了，因为无王嘛，所以它叫 No King 不要国王的这样的一个整版彩色广告。主办单位就说他们藐视我们的法庭，驱逐美国人，让人们从街上消失攻击我们的民权，消减我们的服务，腐败已经走了太远了，所以是 No King 那这就是反映出来美国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民间的民怨声浪那 Newsom 也登高一呼现在目前成了民主党的反川主力，这其实也是牵动到这个2028的大选因为 Newsom 现在这个来势汹汹他也说现在我们的民主受到了攻击。川普阵营就赶紧回呛他那但是呢，这个你看到川普政府的这些成员讲说 Newsom 是个废物你自己很无能，却去怪川普骂的是非常的凶但事实上大家是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加州的抗议持续当中，那民主党的这些领袖担心川普会借由在升高挑衅，设下危险的政治陷阱那民调向来是显示移民跟犯罪议题是民主党的罩门，所以为什么川普在这一个点上面猛打，是不是要挖坑给民主党跳呢？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美国现在这个抗议的事件已经全美国地方都开花了虽然规模并不是太大，
可是纽约的这个抗议有扩大的趋势。那还有很多州啊，你没有想到，像今天看 CNN 就 Washington 州、华盛顿州这个民众也起来抗议，而且对抗的这个强度还蛮高的。那不过不论是纽约或者华盛顿州或者芝加哥或者是旧金山这一些抗议基本上都是针对 ICE，就是它是很针对性很强的。大家都是去包围这个 ICE 的这个总部纽约的也是。可是呢，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抗议群众并没有那么暴力，基本上还是相当的理性，而且呢，当地也没有动用国民军。对，纽约的规模不小那事实上就是警力就可以把这个情况就可以控制下来。那这就回应起来，就变成就是说，让我们回想说，当时在洛杉矶。那个时候也不过就是400人左右的一个对 ICE 总部的一个抗议，有必要由总统宣布派国民军进去镇压吗？事实上的话，最近有一张照片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也就是大部分的国民兵派去的人都在ICE 那栋大楼的这个地下室里面，都躺在地下睡觉，也就是说是派了2000人可是呢，实际运到现场的也不过才300人，而且他们也没有发挥效应，还是警力站在第一线。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不但这个国民兵去了没有发挥效用，川普还让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又宣布说要派什么，要派这个陆战队，也已经这个蓄势待发那就感觉到是不是加州州长纽森的讲法，事实上是可以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川普的目的其实是要收回民主，他的真正的未来他是要把美国的民主的定义跟做法彻底改变。他说，这个今天不是加州的问题，下一次就是你了。如果我们不起来反抗的话，那美国就会怎么讲呢？就会被这个新皇帝、新的国王，那把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践踏的这个体无完肤。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ICE 的做法，事实上很多地方就讲究所谓的法律程序，讲究依法行政，讲究尊重人权的这一些基本价值上都是抵触的。如果 ICE 这个机构，就川普这个这个爪牙机构如果他的做法不做改进的话，还是像川普说，你一天要给我抓3000个来怎么样？来才行，你不抓的话，我就要跟整你们的这些，我就要把你们这个进行整肃的话，那我想美国的这个对抗会越来越会严重。那这次的对抗有2个性质啦，我觉得这个美国过去比较不多见，就是移民起来反抗，那很多同情的人也支持移民。第2个就是说，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什么？美国内战以来这个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严重对抗，那这个都是过去非常少见或者仅见的。所以美国在川普的这个领导之下现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变成了问题没有危机的地方变成危机，所以美国事实上真的前途真的未卜好，请教邱老师。这一次的事件我们可以给川普做一个评断他不是坏，就是笨，就是无能。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他是坏的话，这件事情他在做政治操作。第一个，为了转移焦点嘛，因为他叫内外交困嘛。第2个，他为了要凝聚基本盘嘛，因为这个是他大选时候的非常重要的政治承诺嘛。第3个，就利用这个机会去打击民主党的大本营，而且去打击民主党在2028年最重要的政治明星加州的州长纽森嘛，这个是代表他坏。可是如果这个人既坏又笨，那就真的麻烦了。我为什么说笨无能呢？刚才介大师讲得很对呀，这个事件一开始发生，他只在洛杉矶的派拉蒙市，它就是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而且 ICE 基本上本来他们的执法也没有太多问题的，也没有执法过当的，就是在川普的旁边又有个马屁精，
叫史蒂芬·米勒，他是非常强烈的种族主义者。然后他从川普第一任当总统就跟在他的旁边，亦步亦趋。那这时候他就觉得他要强硬的移民政策啊，他就要求 ICE 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呢。也因为如此，他的压力大了，所以反弹就大嘛。那为什么我又觉得他笨呢？大家记得在川普上飞机摔倒的那一天，他是到大卫营去啊。他到了那个地方，不知道是心烦意乱还是怎么样，他就决定要动国民警卫队，动国民兵。可是动国民兵要经过州长同意啊，还有绕过州长啊，还有玩一个套，叫做现在是紧急状态，有外敌入侵，又在搞叛乱这一套了。那这一来的话，国民警卫队进去了，他的旁边就是一堆马屁精，在大卫也有个马屁精在旁边了。这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又说，我们也可以动海军陆战队啊。那国民警卫队、海军陆战队都进去了，再加上这些移民里面确实有人趁火打劫，就黑帮也介入了。刚才讲的零元购趁机抢商店，所以就制造了很大的骚动，而且这个骚动已经逐渐的往外扩散。刚才大使说了，它扩散到旧金山，扩散到旁边的德州，扩散到这个东岸的部分，然后也扩散到中西部的州，现在连芝加哥、匹兹堡都卷入其中了。而且它已经不只是移民的问题，它已经变成反川普的抗争。而且这个反川普的抗争，随着川普施的压力越来越大，强力镇压的结果，很可能就变成了美国的内战。当然，要达到内战这个程度不容易，但是内乱必定是有的。加上6月14号，川普79岁的生日，他又要搞大阅兵。这时候当然很多人会利用这一天嘛，来好好的抗争你川普一下，让你难堪啊，你生日啊，大阅兵啊，要造势啊，我让你丢脸啊。所以6月14号是个重要的关卡，你看看川普怎么过这一关。好，来请教左老师。其实6月14号为什么要阅兵呢？因为那一天是这个美国军队建立，就是美国这个部队的美军的建军的这个250周年了。所以当然我想川普心里头可能更看重的就是说那天也是他的79岁生日。那当然这个要看到这个建军的历史，其实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呢在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就是美国的国父，当时在面对同样的这种这个暴乱的时候，他怎么处理？这个是今天你要去纪念美军的建军，其实你应该要同时看这个嘛。那事实上，华盛顿当时面对到那个就是抗税的暴乱的时候，他的做法是他一定要寻求最高法院的同意，他才征集4个州的这个民兵，然后来镇压，然后镇压结果最后逮捕的人全部都特赦或者是释放。所以这是华盛顿立下的一个典范，就是说总统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可以轻易的出动军队来对付国民，因为军队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我觉得这个是后来为什么像艾斯培在川普的第1任的时候，他会反对川普征调这个军队进入这个华盛顿 DC 去镇压当时为了这个弗洛伊德事件所谓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那个运动。当时川普本来是说要这个国防部征调1万名的部队到这个华盛顿 DC， 结果这个国防部长反对，当时的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也反对。所以他们的反对之下，然后他还用了一个例子，就是当年这个Tim Walz， 当年的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Walz， 后来跟贺锦丽搭档的，他就是用国民兵。所以在弗洛伊德这件事情最重要的爆发地威斯康星州没有发生重大的动乱，所以他用这个去说服了川普。那今天其实大家讨论的是他有分，就如果你是用国民警卫队。这时候其实共和党是支持的，但如果你是用军队，像现在调了700名的海军陆战队，连共和党员都有人反对。现在第一个出来开踢枪的就是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所以我认为这个会继续延烧，最后川普可能被迫要收回成命。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来关心这个中美双方哦，最近他关注的话题当然是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嘛。结果呢，现在关注的话题又延伸出来，就是习近平的女儿，竟然在这个媒体上面啊就有亮相啊。根据报道呢，其实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跟习近平就是会晤的时候呢，那结果这非一般接待外宾的人民大会堂，而且哦，就是好像算是一个家庭式的晚宴。那所以这个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也首次陪同出席哦，所以这也成了这个媒体上面甚至是外媒哦在报道的一个消息，代表说这个习近平的一举一动啊，其实大家也挺关注的。那再来这个马斯克跟川普哦，倒是兄弟情啊。出现了转机啊，就是现在马斯克认错，就说很忏悔，觉得自己太超过了，不应该这样子对川普，而且把他之前的一些发文呢还收回来，所以他就说现在他是这样子公开向他道歉，觉得他自己不应该做这么冲动的事情哦。那川普有原谅他吗？他说：“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言论感到非常的懊悔，我不怪他任何事，但是他对于他有点失望。但是外界就有阴谋论，然后讲说马斯克要低头是不是有一些原因哦？难道他是被 FBI 监视吗？或者是因为特斯拉的股价波动哦？那美国媒体又讲说，美国政府曾经长期监控马斯克的外籍访客，所以来自于东欧啊，还有其他国家的可能会影响马斯克的一些外国人，他们都有掌握在其中。”会不会是有威胁呢？那传出了破冰的消息倒是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特斯拉的股价涨了，这可能是马斯克也是挺在意的，因为前一波闹掰了，结果把这个特斯拉股价给重挫了一波啊。那再来看看现在目前中美双方的谈判哦，你看卢特尼克讲说，我们显然是在跟大陆进行 AI 比赛当中竞争哦。那我们不会就把我们最好的晶片给他，大陆想要这些晶片问了20-30次哦，但是美方总是说不，而且更强硬的讲说，对于大陆55%的关税是不会变的哦。那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讲，针对呢在伦敦磋商的情况啊，他说目前没有进一步可以提供的讯息。那美国 AI 事务主管萨克斯就提到了，他说其实中国大陆在 AI 的领域并没有比美国落后多少年，可能只差3到6个月哦。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中国大陆的实力已经是无法忽视了。你看现在华为还有要推出读心术的笔电哦，所以现在任正非是不求赚钱，只要战胜美国啊，只要赢。那还有 ChatGPT 的史普尼克时刻，现在中国大陆的 AI 弯道超车哦，所以已经撼动了白宫哦。接下来 AI 霸权之战也成为这个中美交锋之点。那还有Meta 脸书的母公司豪砸了140亿元入股这个中国大陆的移民啊创建的新创公司，所以是不是 Meta 也要像这个中国大陆等于说那个人才啊，就要延揽人才，或者是要强强联手呢？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川普他现在放话，就是说马上很多国家的这些贸易延缓快要到期啦。那他说预估在1-2周之内会有数十个贸易国家发函说明明确的条款，那我们会直接发出信函信中也会表明就是协议内容，要么接受，不要就拉倒又要开始展现强硬的一面。可是他是不是跟贝森特在扮黑白脸贝森特还讲说，但是如果你们很真诚的话，极有可能可以延长谈判的期限不过如果你不想谈的话，也就不会继续谈了。那讲到了中国大陆呢，他说，你必须得要成为一个可以依靠的伙伴，又设下了一些条件那可以依靠，中方也希望说你也要很有诚意啊，你也要很真诚啊。所以何立峰讲我们中方是有诚意也有原则，你不能只是来要求中方种种，你也要有这个你的诚意拿出来。贸易战底下是没有赢家的，那中国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也不怕打。这个我们首先来问一下邱老师。我先谈马斯克跟川普的关系。在明朝初年沈万三斗不过朱元璋，而马斯克呢
在现在的民主社会，他能不能斗得过川普？我本来一直期待马斯克要硬着，因为马斯克该看到川普第一任当总统的时候，他跟班农是怎么从合作的伙伴、很好的兄弟，班农还是那时候大家认为是地下总统，到最后两个人反目成仇，后来班农投靠了郭文贵，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想要重回川普阵营，但是始终无法如愿。马斯克也看到班农的例子啊，川普就是一个小肚鸡肠、很记仇的人。你今天已经跟他撕破脸了，甚至连罗利岛的爱泼斯坦的视频都出来了一部分了。你还怎么跟川普之间能够握手言和？不大可能的。所以马斯克不要与虎谋皮呀，他基本上大家谈到两个可能，特斯拉股价暴跌，这事实。但是另外 FBI 早就在监听他了嘛，已经在监视说，因为川普这个人是生性很多疑的，他就怕马斯克跟一些外国人之间勾结在一块，尤其马斯克的妈妈在上海啊，所以他特别怕马斯克最后倒向了中国这一边，形成他的心腹大患嘛。再加上马斯克也反对他的大而美啊，而他的大而美现在在参议院里面就出了大问题了。所以马斯克现在如果听了不正确的建议，然后跟川普谈和，那最后自招其祸，他就是当年的沈万三的翻版。那第二个我要谈到这个在伦敦的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现在中国讲得很保守啊，中国李成钢讲说，大概双方只有一个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什么意思？因为有天花板跟楼地板，天花板是中美习近平跟川普之间通电的共识，而楼地板呢是瑞士日内瓦之间双方的协议。在这个天花板、楼地板之间有个框架，这个框架一猜也就知道了，就双方之间仍然是所谓的合作，以和为贵，不要撕破脸，不要闹翻，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有没有具体的结论呢？我大概知道的部分是这样：稀土的部分，美国狮子大开口，他甚至要求中国在每个月要批准给美国的稀土的出口量，就差不多有4000多吨，中国没办法同意嘛。而且很多的稀土是军民共用啊。你想一个简单的逻辑，你怎么可能中国把稀土给你美国军工产业，让你制造武器回来打中国，可能吗？不可能吗？这不养虎为患吗？所以稀土部分是没有谈妥的，因为没有谈妥，所以他在其他的以往的部分大概有共识，但是就芬太尼的20%的关税也没有得到结论，也没有删掉，再加上半导体芯片的问题，最后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中国部分华为的芯片其实也已经差不多等于英伟达，就是辉达黄仁勋讲的，已经跟它的 H20已经超过了，它的性能已经超过了。所以双方之间其实并没有达到一致的共识，只是有一定的框架跟一定的方向，大家继续谈。也就是说，第一次何立峰到了瑞士，那贝森特就到瑞士，第二次到英国，这个贝森特也到英国，那下一次找个时间找个地方继续谈。我认为不再谈个3次以上，不会有共识跟结论的。好，请教介老师。大陆它这个稀土的管制它是对所有国家一体适用的。所以这个是必须作为一个 WTO 的会员，它任何的贸易措施都必须不歧视性的对所有 WTO 会员公平的实施。所以它不可能今天对美国放一手，对其他的国家抓得比较紧。所以呢，除非中国大陆同意说我重新修订我的这个稀土的这个管制的措施的话，那才可能美国才可能说我想要拿到什么都拿到什么。像川普在他的这个脸书上，在他的
这个Truth Social 上自己讲的要拿都拿到，可他没有讲到拿到哪一些，那可能只是说就是说这个福特汽车厂它所需要的这些永动电池的这些稀土，其他部分以中国大陆现在管制的这个原则上，很多它是拿不到的。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你要申请稀土啊，第一一定要这个出口商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个稀土的产品最后的最终端用户是谁。你申报不明的话也拿不到。你如果申报说是 Rocky Martin， 那这个公司已经被中国大陆制裁了，它不可能让这个稀土的终端产品最后被这个 Rocky Martin 拿到。另外还有一个就变成中国大陆申请稀土还有一个切结书。这个切结书要切结说，你这个稀土只能用于和平用途的生产，不能有非和平用途。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现在说我们想拿到的嘛，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所以美国他也说，我绝对不让你拿到 H20最尖端的。其实就 NVIDIA 来讲 ，H20是对中国大陆的特供，它并不是最尖端的。它最尖端H100它的能效，这个比这个H20多出28%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真的就跟这个邱委员讲的，这一次的谈判只有一个框架、大原则、大框，那么内部还有很多的争议存在，要未来双方还会继续的不断的在这个谈判桌上那么攻守。好，来问左老师。好，当然其实这2天《华尔街日报》也特别有一篇社论，当然主要在批评川普了，就是说看起来川普好像得到了他要的，然后还说他这个还维持了55%的这个关税，其实这55%是30%加上他第一任加的25%，所以实际上在他这一任他就是加了30%。那当然这个关税还是不低了，不过。当然，为什么《华尔街日报》要批评他？就是说，他说你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给美国的这个稀土出口的这个许可证就只有6个月啊。那6个月以后，如果你没有谈成，这个问题还会重新回来啊。所以美国应该要这个跟盟友合作啊。像日本过去，他举了日本的例子说，日本过去因为这个在钓鱼台这个跟这个中国大陆渔船的这个冲突，中国大陆就停止供应这个稀土啊，就日本的这个稀土一下价格上涨了10倍。所以日本从那一次的经验就开始不断的发展替代的来源，所以他说美国应该要跟盟友合作。结果你现在对盟友不断的这个开地图炮啊，每一个盟友都要增加关税，这是阻碍了你跟盟友的合作。当然这是华尔街日报讲，可是问题是以日本当年的经验来说，日本其实在那一次的事件里头，其实应对的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成功的。他去发展所谓的替代的这个来源，然后呢，他去累积。囤积这些稀土，甚至他到这个澳洲这些其他地方去购买这些稀土的这个矿场，结果嘞，到今天在2010年那个事情爆发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稀土的依赖是90%，今天经过已经超过13年，已经13年了，现在的依赖程度是多少？60%。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程度还是蛮高的。这个问题是不容易轻易解决的。